一起来看精彩短剧。今晚月光很美，茶香四溢。故事解说：一场雨夜的意外碰撞，彻底打乱了阮之宁的生活节奏，也让他和手握千亿资产的温氏集团掌权人温崇彦产生了交集。这天雨夜路面湿滑，阮之宁不慎撞上了一辆顶级劳斯莱斯豪车，巨大的撞击让他瞬间失衡摔倒在地。慌乱失措的阮之宁立刻稳住心神，快速在心里盘算局面。他清楚这辆车是千万级别的限量定制车型，单单一个轮胎的价值就远超自己的身家，根本无力承担赔偿费用。为了逃避巨额赔偿，阮之宁立刻切换示弱姿态，对着车主连连自责，将事故原因归结为雨天路黑、视线不佳，同时不断贬低自己没用，夸赞对方车技沉稳稳妥。他悄悄打量着眼前的男人，认出对方一身行头价值不菲，佩戴的罗特纯手工定制手表价值500万美金，西装价值40万美金，领带也价值20万美金，整套行头奢华昂贵。阮之宁内心无比慌乱，暗自懊悔自己认错人，哭错了对象，深知这场意外的赔偿自己根本承担不起。就在阮之宁手足无措之际，随行的司机主动站出来揽下所有责任，向温崇彦解释是自己开车不慎，才不小心撞倒了阮之宁。这一反转让阮之宁十分意外，他心里清楚，平日里职场和生活里的成年人大多趋利避害，互相甩锅，眼前这位司机却主动为陌生人解围，格外反常。温崇彦并未纠结事故责任，只是平静询问了阮之宁的住址。这一举动让阮之宁瞬间慌了神，内心忐忑不已，误以为温崇彦是想要上门讨债，甚至暗自猜测对方是不是黑社会，心里充满了恐惧。为了化解危机，阮之宁决定放手一搏，当场给自己立起了单亲妈妈的淳朴人设。阮之宁主动向温崇彦自我介绍，称自己名叫阮小翠，家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，为了养活2个孩子，才不得已雨夜出门摆摊谋生。他郑重向温崇彦承诺，就算砸锅卖铁，也一定会还清车辆的维修赔偿费用，态度诚恳又懂事。阮之宁全程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兜里的100元现金露出来，破坏自己穷苦单亲妈妈的人设。温崇彦看着眼前柔弱懂事的女人，心生恻隐，直接开口免除了她所有的赔偿。逃过一劫的阮之宁心中大喜，连忙对着温崇彦连连道谢，声称自己和孩子一定会铭记这份恩情，报答他的善意。可他内心却十分清醒，暗自想着往后最好再也不要和这位大佬碰面，避免再次招惹麻烦。温崇彦转身离开后，身旁的助理十分不解，开口询问温崇彦是否真的相信阮之宁的说辞。温崇彦语气淡然，直言没有任何女人能够轻易骗过自己的眼睛，他早已看穿女人刻意伪装的假象，只是并未当场戳穿。随后助理向温崇彦汇报了他侄子温星宇的近况，告知温星宇为了帮一名女生捡拾海里的贝壳，不慎失足落入海中，险些溺水出事，询问温崇彦是否需要前往医院探望。温崇彦听闻后满心无奈，直言温星宇被女生的小手段拿捏，整日被所谓的绿茶耍得团团转，十分愚蠢。若是温星宇有自己一半的识人眼光，也不会闹出这种荒唐事。随即温崇彦吩咐司机驱车前往金山医院。另一边，阮之宁离开后立刻卸下了柔弱的伪装，他在心里默默道歉，承认自己刚刚欺骗了温崇彦。而他之所以刻意装可怜博取同情，只是因为急需一笔钱财。他手中握着准备给孩子晨晨缴纳学费的救命钱，坚决不肯动用这笔关键款项，死死护住手里的钱款。就在这时，有人试图抢走他手里的钱，阮之宁立刻奋力反抗，成功护住了钱款，暗自庆幸自己反应及时，没有弄丢孩子的学费。与此同时，对豪门阔太身份满心憧憬的阮之宁，一直周旋在温崇彦的侄子温星宇身边。他暗自盘算，只要继续维持温柔单纯的人设，就能从温星宇应付家人催婚的假女友，彻底转正成为真正的豪门阔太。得知温星宇落水住院的消息后，阮之宁立刻收拾打扮，火速赶往金山医院，满心期待借着探病的机会拉近和温星宇的距离，牢牢抓住自己的金主。医院里，温星宇满心欢喜地向叔叔温崇彦展示自己心仪女生的温柔。他拿出女生发布的社交动态，文案写着"我在夜里10倍"，企图拼凑出一个更完整的黎明，言语间满是忧伤温柔。温星宇告诉温崇彦，他觉得这名女生内心细腻温柔，极度缺爱，渴望有人为她奔赴，所以自己才甘愿冒险为她下海捡贝壳。温崇彦听完侄子的荒唐说辞，满心无语，忍不住出言讽刺，反问温星宇，若是对方想要上天，难道还要为他造火箭？甚至赌气提出要将集团位置让给温星宇，让他尽数送给对方。单纯的温星宇竟当真询问是否可行，让温崇彦又气又无奈，直言自己宁愿给温星宇留一点家产，也看不惯他被女人蒙蔽双眼的模样，怒斥让他滚。
温重彦恨铁不成钢地提醒温馨雨，让他谨记温家男人的宿命和教训。细数家中亲人的遭遇，温馨雨的二叔被女人欺骗误入传销，如今常年待在精神病院；三叔被妻子哄骗远赴非洲，沦为土著；父亲更是为了一个女人看破红尘，出家修道，整日潜心修行。温重彦告诫温馨雨，越漂亮的女人越擅长伪装骗人，这是温家逃不开的诅咒，一定要擦亮双眼识人。年轻气盛的温馨雨并不认同叔叔的说法，他反驳温重彦从未谈过恋爱，根本不懂什么是好女孩，还直言像阮小翠这样淳朴单纯、身世可怜的女生是世间难得的例外。温重彦懒得和年轻的侄子过多争辩，心中暗自感慨温家3代人，只有自己一人头脑清醒，识人通透。温重彦身边的人纷纷议论起温馨雨心仪的女生，众人都十分好奇这位从未露脸的神秘女生究竟长相如何。仅凭身段气质就被称作白月光，大家纷纷猜测女生迟迟不肯露脸，是刻意使用饥饿营销的手段，故意吊着温馨雨，只有恋爱脑的温馨雨才会被轻易蒙蔽。众人都等着看温重彦拆穿对方的伪装，让温馨雨认清现实，长长记性。对比众人夸赞的神秘女生，大家愈发觉得雨夜偶遇、身世可怜、真诚善良的阮小翠格外难得，单纯质朴的模样远比刻意伪装的白月光更加真实动人。为了试探对方的真实面目，也为了验证自己的判断，温重彦吩咐手下前往阮小翠摆摊的摊位，告知阮小翠，温家愿意全额资助她和孩子的生活与开销。温重彦驱车前往医院，本想探望那位让侄子痴迷的神秘女生，抵达医院后却得知对方刚刚离开。温馨雨依旧沉浸在温柔滤镜中，满心欢喜地向叔叔炫耀，趁女生特意为自己削了苹果，待人温柔又真诚，而且对方并不知道自己的豪门身份，只是单纯真心对待自己，这份心意格外珍贵。温重彦依旧不以为然，直言这些不过是笼络人心的小恩小惠。温家几代男人都是被这种细碎的温柔欺骗，才落得满身遗憾。可温馨雨早已深陷其中，坚信自己遇到了真爱，根本听不进叔叔的劝告。为了彻底拆穿神秘女生的伪装，打破侄子的幻想，温重彦当即决定在公司举办模特面试，让温馨雨邀请对方前来参加。他要亲自近距离核验对方的真实品性，看清对方的真实目的。就在这时，温重彦的下属前来汇报，告知 Space 集团的合作人员已经抵达，马斯克先生也将亲自和他进行视频会议，对接重要合作事宜。可温重彦毫不犹豫，直接下令推掉所有高层会议，全然不顾重大合作，一心只想揭穿那位神秘女生的虚伪面具。他心中暗自对比，期待对方能有阮小翠1/10的真诚质朴，哪怕只有一点，他就认可温馨雨的眼光。很快，前来参加模特面试的女生登场，众人纷纷赞叹女生长相清纯漂亮，是难得的初恋白月光长相，一身长裙温柔大方，气质干净脱俗。大家纷纷猜测，这样干净纯粹的女生绝对不是为了钱财而来参加面试，周身没有丝毫被金钱腐蚀的世俗气息，妆容穿搭和仪态都完美无瑕。这位前来面试的女生正是阮志宁，她早已精心做好万全准备，满心期待凭借自己的白月光人设惊艳温重彦，让他认可自己，将自己当成温家准侄媳妇，顺势接住泼天的豪门富贵。她自信满满，笃定自己多年的仪态和表情管理一定能彻底折服温重彦。可当阮志宁抬头看清面试官的瞬间，整个人瞬间僵住，脸上的笑容彻底凝固。他万万没有想到，温馨雨口中从未谈过恋爱、眼光毒辣、手段狠厉的小叔温总，竟然就是前几日雨夜被自己碰瓷、刻意卖惨欺骗的劳斯莱斯车主。这一刻，阮志宁内心无比崩溃，只觉得如同网恋奔现却撞见班主任一般尴尬窘迫。阮志宁瞬间慌乱不已，满心懊悔当初给自己立下单亲妈妈阮小翠的穷苦人设。如今人设冲突，一旦被拆穿，自己不仅攀不上豪门，还会彻底惹怒温重彦。他飞速转动大脑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下定决心一定要稳住局面，绝不被对方认出破绽，牢牢守住豪门扩态的机会。另一边的温重彦也紧紧盯着眼前的女生，眼神锐利冰冷，瞬间看穿了对方刻意伪装的姿态。他心中暗自感慨，这个女人的手段果然不简单，极其擅长伪装和欺骗，精通瞒天过海的手段，靠着虚假人设迷惑人心。温重彦内心充满质疑，无法将眼前妆容精致、打扮精致的女生和雨夜那个淳朴穷苦、柔弱可怜的单亲妈妈阮小翠联系在一起。他暗自笃定，一定是雨夜光线昏暗，让自己产生了错觉。自己身为温家最清醒的人，绝不会轻易被女人的伪装欺骗。温馨雨在一旁毫无察觉，热情地向众人介绍，眼前的这位温总是温瑞集团的掌门人温重彦，也是自己的小叔。
让女生不要紧张，安心接受面试。阮之宁故作惊喜懵懂的模样，夸赞温馨宇能力出众，年纪轻轻就认识温总，未来一定会成为大老板，极力维持自己单纯无知的小白花人设。温重彦眼神冰冷，开口出声试探，询问阮之宁的籍贯和家庭情况，追问他家中是否有姐妹。阮之宁立刻回应，称自己是本地人，家中只有自己一个孩子，回答的滴水不漏。他内心暗自揣测，温重彦心思缜密，手段老练，绝对不可能不知道温馨宇的豪门身份，对方定然是早有准备，故意试探自己，自己绝对不能露出半点破绽。紧接着，温重彦直接戳破关键线索，当众提起温馨宇深夜下海10倍的事情，还精准背出了阮之宁那条充满文艺伤感的社交动态，以及对应的装逼标签。这一举动让阮之宁瞬间瞳孔地震，内心慌乱到了极点。他完全没想到温重彦竟然看过自己的社交账号，还精准记住了文案内容。短暂慌乱后，阮之宁强行稳住心神，故作淡然地解释自己只是单纯喜欢大海深邃沉静的模样，就像人心深处的深沉与未知一般。嘴上淡然回应，心里却无比慌张，强烈感觉自己拜金虚伪的黑月光本质已经被资本家彻底看穿，精心打造的单纯白月光人设即将崩塌。温重彦丝毫没有留情，继续言语敲打，暗讽阮之宁手段高明，仅仅一条文艺动态就哄骗的温馨宇甘愿深夜下海涉险，险些丧命。一旁的温馨宇立刻挺身而出维护阮之宁，告诉叔叔温重彦不要太过严肃，吓到了对方，还主动透露女生姓阮，品性单纯，从未耍过任何手段，一切都是自己心甘情愿。温重彦听闻阮之宁的姓氏，心中若有所思，这个少见的姓氏让他再次联想到了雨夜遇到的阮小翠。他看着镜头前刻意微笑，努力维持完美仪态的阮之宁，内心十分不屑，笃定对方就是刻意得知温馨宇的豪门身份后，刻意主动接近，精心布局，满心都是算计。温重彦清楚，这样的伪装只能骗得过温馨宇这样的恋爱脑蠢货，在自己面前，所有伪装都会不攻自破。他在心里暗自对比，此刻光鲜亮丽、满心算计的阮之宁，远不如雨夜摆摊、质朴纯粹的阮小翠真实善良，甚至萌生了宁愿花钱资助阮小翠，也绝不会让眼前这个虚伪女人得逞的想法。没有丝毫犹豫，温重彦直接打断面试流程，冷声下令换下一位面试者，当场否决了阮之宁的面试资格。面试结束后，阮之宁对着温馨宇连连致歉，满心愧疚地表示自己没能通过面试，还让对方破费请自己吃饭，实在过意不去。温馨宇丝毫没有责怪，反而温柔安抚阮之宁，直言他能得到面试机会就已经十分优秀，满心都是对阮之宁的偏爱。阮之宁表面温柔道谢，内心却满心郁闷，不仅没能折服温重彦，稳固豪门关系，还为了维持人设白白搭进去一顿饭钱，暗自心疼自己需要卖出无数淀粉肠才能赚回这笔开销。即便满心憋屈，阮之宁依旧不肯放弃拉近和温馨宇的关系。他格外珍惜这次单独共进午餐的机会，特意挑选了靠窗采光极佳的位置，想要营造出温柔治愈的白月光氛围感，进一步加深温馨宇对自己的好感。两人用餐之际，温重彦突然现身餐厅，精准坐在两人身旁。他一落座，便开口点名要了2道极具讽刺意味的甜品，一道是外表纯白、内里黑心的新品黑心白月光，一道是茶叶紧实蜷缩、经沸水冲泡的碧螺现形，摆明了就是要戳穿阮之宁的伪装。看着他的虚假人设彻底败露，阮之宁瞬间读懂了温重彦的用意，心里慌乱不已。他早就听闻温重彦是顶级鉴察大佬，此刻彻底确定自己的伪装已经被对方完全看穿，但他依旧不肯认输，秉持着富贵险中求的想法，强行稳住心态，故作柔弱无辜的模样，不肯露出半点破绽。温馨宇见阮之宁被叔叔的气场震慑，连忙出声维护，直言温重彦太过严肃，吓到了自己的女朋友。阮之宁见状顺势示弱，以有事为由准备返回学校，想要借机逃离尴尬的场面。他起身准备结账时，餐厅服务员却告知他，这家餐厅本就是温重彦的产业，无需他买单。温重彦主动提出送阮之宁回去，随即带着他坐上了定制款劳斯莱斯。阮之宁看着奢华的豪车，内心无比羡慕，暗自畅想自己日后能长期拥有这样的生活。乘车途中，阮之宁看到了网上售价2000多一瓶的高端饮用水，甚至萌生了喝完转手挂到二手平台售卖赚钱的想法。拜金务实的心思从未停歇。行车途中，温重彦主动和阮之宁闲谈，坦言温家人丁单薄，晚辈之中就只有温馨宇一个侄子。阮之宁表面装作一无所知，毫不关注豪门琐事的模样，内心却暗自吐槽自己为了打探这条消息，
花费重金从狗仔手中购买资讯，整整1个月只能吃馒头度日。温重彦眼神锐利，继续试探阮之宁，直言当下很多人心怀不轨，胆大妄为，而敢坦然坐上自己车的阮之宁，胆子就格外大。他明确告知阮之宁，温馨宇的婚姻大事由自己全权做主，自己绝不允许侄子和心思不正、满身算计的女人联姻，更不接受毫无感情、各取所需的商业联姻。阮之宁听闻后内心忐忑，生怕自己被彻底否定，错失豪门机缘。他立刻调整话术，直言自己看似一心想成为豪门阔太，实则是爱情至上，向往细水长流的真挚感情。面对温重彦只爱金钱、飞机、资产，唯独不爱女人的言论，阮之宁忍不住暗自吐槽对方从未动情，毫无恋爱经验。他鼓起勇气反问温重彦，是否从未真心喜欢过别人？难道秉持着追求财富的理念，就不配拥有真挚的爱情？普通人向往美好富足的生活，就活该吃苦受穷、吃糠咽菜。一番对峙过后，温重彦没有再多言，阮之宁也趁机让司机在前方路口停车，匆匆下车离开。看着阮之宁离去的背影，温重彦满心鄙夷，直言这个女人虚伪做作，不知廉耻，满心都是算计，绝对不可能让她嫁入温家，自己差一点就落入了对方的圈套。成功脱身的阮之宁看着到手的2000块酬劳，暗自开心，觉得这笔收入格外划算。随后阮之宁回到了自己的摆摊摊位，继续售卖小吃谋生。当天摆摊净利润1000元，他满心欢喜，盘算着只要持续稳定赚钱，就能早日收摊，抽空去看望姐姐。正当他专心经营摊位时，温重彦再次出现在他的摊位前。再次偶遇温重彦，阮之宁瞬间心生警惕，内心慌乱不已，担心对方认出自己的双重身份，或是前来索要当初的豪车赔偿费用。他暗自盘算自己骑着3轮车根本跑不过劳斯莱斯，只能硬着头皮应对。温重彦开口询问阮之宁是否还认识自己，阮之宁立刻慌忙找借口掩饰，谎称自己近期帮村里收割稻谷，脸部过敏长满红疹，所以一直戴着口罩，不敢以真面目示人。这个说辞也让温重彦终于明白，为何助理多方查找都找不到雨夜那位阮小翠的踪迹。温重彦没有过多质疑，直接开口表示要将摊位上所有东西全部买下。阮之宁立刻出声拒绝，态度坚定地表示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怜悯和帮助，凭借自己的能力足以谋生，不愿接受对方的特殊关照。他内心极度慌张，生怕温重彦继续深究，彻底拆穿自己阮小翠和阮之宁的双重身份。为了缓和尴尬，稳住局面，阮之宁主动提出免费赠送食物给温重彦，感谢他当初的解围之恩，催促对方尽快离开，以免影响自己正常做生意。温重彦没有过多纠缠，直接扫码转账5万元。这笔巨款让阮之宁瞬间愣住，他连忙推辞，坚决不肯接收。温重彦却直接开口询问孩子的手术费是否已经凑齐，还坦言自己已经帮他拖延了1个月的治疗期限，若是依旧无法补齐费用，后续将无法继续拖延。原来阮之宁的姐姐患上创伤性脑瘫，急需手术治疗，巨额的手术费一直没有着落，这也是阮之宁拼命赚钱、苦心算计，想要攀附豪门的真正原因。走投无路的阮之宁此前曾卑微求人借钱，却屡屡被拒，如今收到这笔5万巨款，终于凑齐了姐姐的手术费用。阮之宁瞬间红了眼眶，立刻联系医生转账缴费，内心无比庆幸，终于能为姐姐治病，同时暗暗下定决心，剩余的欠款自己一定会拼命努力尽快补齐。危机暂时解除后，温馨宇再次找到阮之宁，主动邀请她作为自己的女伴，参加朋友在湖畔庄园举办的派对，还表示有重要的事情想要单独和他说。阮之宁得知湖畔庄园是温家的私人别墅后，满心欢喜，误以为温馨宇准备在派对上坦白身份，和自己正式确定关系，距离自己的富婆美梦又近了一步，忍不住满心憧憬，开始做起嫁入豪门的白日梦。与此同时，温氏集团高层会议正在进行，所有人都在专注对接美国的合作事宜。原本一切顺利，却唯独温重彦心不在焉，全程偷偷观看女大学生直播，还特意将主播设置为特别关心。下属们纷纷暗自疑惑，向来理智高冷、杜绝一切儿女情长的温总，为何会有如此反常的举动？众人很快得知，温重彦关注的主播正是即将前往湖畔庄园派对的阮之宁，瞬间明白温重彦此行的目的根本不是参加派对，而是专门为了阮之宁而来，打算彻底拆穿他的虚伪面具。这场跨国合作会议被迫中途终止，温重彦下令备车，直奔湖畔庄园。另一边，阮之宁的直播设备突发故障，开播不到1小时就卡顿停运，不仅没赚到钱，还亏损了1000元开播费用。他满心郁闷，
好不容易等来的榜一大哥粉丝，也因为直播卡顿大概率流失，心里懊悔不已。湖畔庄园内，温馨雨还在满心期待和阮之宁的独处时刻，他内心纠结又忐忑，既想坦白自己的豪门身份，又担心阮之宁知道自己刻意隐瞒后会生气离开。他早已想好说辞和表情，准备眼眶含泪，深情告白，营造委屈真诚的氛围，挽回阮之宁的心意。阮之宁悄悄在一旁偷听两人对话，时长足足19分39秒，全程蓄力酝酿情绪，准备配合温馨雨上演深情戏码。就在两人即将温情互动之际，温重彦突然现身，打断了两人。温馨雨见到小叔十分意外，连忙询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。温重彦没有多余寒暄，直接给阮之宁3秒钟的时间坦白一切，戳穿他刻意伪装的所有假象。温馨雨见状连忙护住阮之宁，以为是小叔刻意为难自己的女朋友，不停为阮之宁辩解。在温重彦的强势施压和温馨雨的维护下，阮之宁最终开口坦白，坦言自己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重彦是温馨雨的小叔，所有的单纯温柔都是刻意伪装。温馨雨瞬间满脸错愕，不敢相信自己一直以来的真心和偏爱，都只是对方精心算计的结果。温馨雨依旧不死心，询问阮之宁是不是被自己的小叔逼迫，才说出这番违心的话语，想要为阮之宁找台阶下。阮之宁最终下定决心，彻底斩断两人的关系，郑重向温馨雨道歉，明确表示两人到此为止，再也没有后续。看着坦然提分手的阮之宁，温重彦内心再次改观，暗自感慨自己还是小瞧了这个女人。她不仅擅长伪装，还极其擅长拿捏人心，在众人面前上演深情分手戏码，博取同情。他清楚，若是不彻底斩断两人的联系，阮之宁一定会继续利用温馨雨的深情，继续算计温家的资源。即便当众被揭穿，主动提了分手，阮之宁依旧没有彻底慌乱。他暗自盘算，刚刚的分手戏码足够挽回5成的人设口碑，自己依旧有翻盘的机会。温重彦不想再给他任何周旋的余地，直接强势警告阮之宁，从今往后绝对不允许他再和温馨雨有任何一丝联系，必须彻底删除所有联系方式。阮之宁坦然回应，自己和温馨雨从未正式在一起，即便有过暧昧，如今也已经彻底结束，无需刻意删除联系方式。可温重彦早已摸清他的所有底牌，直言他早已备份所有聊天记录，根本不会轻易断绝联系，所有的伪装和说辞都只是自欺欺人。温重彦手握阮之宁所有的直播录像和算计证据，直言若是将这些记录公之于众，他苦心经营的纯情人设将会彻底崩塌，再也没有人会相信他。面对温重彦的强势拿捏，阮之宁所有的算计和伪装彻底失效，精心布局的豪门之路最终彻底走向终结。